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你可能听说过平行世界吧？平行世界呢，实际上是有两个世界是互相平行的，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交叉，你看不到他们，他们也看不到你。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台子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呢，这上面爬了很多这种小红虫子。正常情况下用肉眼你是看不到它们的。这是我用照相机放大了5倍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虫子在这个石板上快速的爬动。我们用近摄镜把它再放大以后啊，大家就看得更清楚一点。这个小虫子非常漂亮，但是正常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。所以说我称呢它是平行世界，就是它在你的周围你看不到，那么你也不害怕它。实际上呢，它有它的存在，它有它的世界，它对你的生活呢没有影响，你的行为呢对它的生活也没有影响，因为你们谁也看不到谁。好，这是进一步放大以后，这个小虫子呢，你看非常漂亮，鲜红的颜色，跑得非常快。实际上这个速度呢，我已经放慢了，因为它跑得太快了，看我的相机很难捕捉到它的身影。看着很像是红蜘蛛似的。它在这个石板上飞速的移动，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。看它钻在这个洞里，然后很快又从洞里爬出来。实际上在我们周围呢有很多生态系统，我们看不到它们，它们也看不到我们。就像前一段我做了一期视频，讲我们家的床上是最脏的，因为床上呢有很多螨虫。这些螨虫呢靠吃人体的皮肤掉下来的皮屑来生存。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螨虫，因为如果能看到的话，你可能就不敢躺在你的床上了。实际上这就是不同的生态系统。大家可能听说了，在我们人体的肠道系统有成千上万的细菌、微生物。这些微生物呢，实际上和我们人体呢是一种共生的状态。我们人体离开了这些微生物是没有办法存活的，那么这些微生物呢离开我们的人体也是没有办法存活的。实际上呢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就是平行世界。所以说我们一般大家可能听说了，就有病了不能随便吃抗生素，因为用抗生素用多了以后呢，你会把体内的一些正常的菌落给它杀死，造成体内的菌群的失调，这样这个人反倒病了。咱们现在再看这个小红虫子，我放大了5倍以后，另外呢我又用了一个近摄镜夹在我的相机的前面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小虫子它的世界。现在呢我又把这个近摄镜去掉以后，用一般的放大镜来给大家看，基本上你就很难看清楚这个小虫子。大家可以看它在这个石板上爬得非常快。他不知道我在这里用照相机在照它。如果我不用照相机的话，我的肉眼也是看不到这样的虫子的。所以说这个石板上好像什么也没有，其实呢有很多虫子跑来跑去。现在我放大了以后呢，你可能看到了，心里有点害怕。那么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虫子，那就好像它不存在是一样的。现在我又用近摄镜进一步给大家放大，大家可以看这个红虫子，它现在不是死在这里的啊，大家不要想着这红虫子已经
死了你还照它，你看它在动。它刚才不知道在那里干什么，一动不动的，挺长时间。现在呢，它又在这里动。因为它非常小，所以说放大了以后呢，我就聚焦就非常困难，就是你感觉到好像看的有点模糊，对吧？不是特别清楚。现在我再进一步放大，你看到它轻轻在那里动，好像在呼吸，还是嘴在吃什么东西。好，现在动得厉害了一点，看它有几只脚，6只脚，前面2只，后边4只，好像还有个触角，也是红的。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，我感觉到有可能是咱们平时说的红蜘蛛，但是我们说的红蜘蛛呢，还是比较大的，你肉眼可以看得到。这个呢就特别小，肉眼看不到，只有用放大镜加上近摄镜的情况下，你才能看清楚它的模样。颜色是不是非常漂亮？如果你不知道它对人体会有没有危害的话，前面给大家看了这个小红虫子，跑得非常快啊，就是很难捕捉得到。但是现在这个小虫子，大家可以看，不知道它在这里干什么，它在这里一动不动的，偶尔动一下，所以说你能看到它还是活的，但是它就待在这个地方不动，不朝其他地方跑，非常有意思。现在看到它在这里动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想通过我的镜头给大家展示另外一个世界，也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有非常多的非常微小的这种生物，我们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它们仍然存在，我们互相之间相安无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